视频当中的内容太经典了，值得讨论，也值得回味，并且我估计全网只有我这里有原始素材。事先声明，克里斯托弗是我的偶像，我绝对没有嘲讽之意。虽然我认为这是他非常想抹去的一段历史，但很不幸的是被我找到了。这段视频你一定要耐心看完，并转发给有关的人，顺便订阅我的频道。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后悔。好，正片开始。这绝对是摩登舞历史上的名场面，我打赌你肯定没有看见过，也极少有人知道。事情发生在2001年的日本世锦赛，那是克里斯托弗、马西莫和卢卡三人同台竞技的年代。我们先从克里斯托弗追踪视角来看看事情的发生。在探戈比赛中，刚开始双方还相安无事，马西莫从克里斯托弗前面经过，可以看出马西莫并不是有意的。毕竟摩登舞的赛场上，选手的路线不固定，肢体碰撞也时有发生，所以一队选手从另一队选手前面经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但是克里斯托弗到了舞池角落时，马西莫又过来了，并且行进受限了，他只能挪位置接着跳。之后双方距离非常近，克里斯托弗行进也受限了。接下来诡异的名场面就要发生了。这一幕叫做克里斯托弗的挑衅。在马西莫停下来做造型的同时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克里斯托弗临时起意，走探戈基本步绕行马西莫一圈，火药味瞬间上来了。你们如果不提前看标题，肯定就认为接下来没事了。克里斯托弗按照传统的探戈风格，行云流水般秀了一段舞技。短时间过后，又被马西莫追上，在舞池中央，双方行进再次受限，甚至停下来几秒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。可以看到镜头前面的卢卡大神，比赛丝毫不受影响。在马西莫做完造型左转行进之后，克里斯托弗才继续移动。可以看出，克里斯托弗内心有些不满，在某些小动作上面宣泄了一些力量，如幽灵般跟随的马西莫又再次从面前经过。克里斯托弗决定回退一段距离，换个新方向开始前进。在和黑奏转到 B 士位的时候，终于被阴魂不散的马西莫撞倒。在摩登舞赛场上，选手不能丢掉优雅。马西莫象征性的表示了一下歉意之后，接着跳了。克里斯托弗优先起身，双手叉腰，生气的同时又不能做出格的事情，只能优雅的伸手搀扶了一下黑子，亲吻脸颊，给了舞伴一个及时的安慰。然后从来没有哪个职业选手敢这么做，他们拉着手走了很远才停下来。刚一搭手，没想到曲子没了，只能以谢幕结束。好，前半章克里斯托弗的挑衅结束了，后半章马西莫的复仇开始。我们再以马西莫追踪视角来看看他是怎么复仇的。马西莫作为为数不多传统意大利风格探戈的代表人物，腿脚上的炫技层出不穷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在任何赛场上都能做到霸气逼人。他的探戈快慢切换层次非常丰富，我们从刚才的片段就能看出来。有了之前的解说，大家都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所以他行进受限，碰到了停下来做造型的克里斯托弗，然后他更换位置，停下来的时候被克里斯托弗绕行一圈，可能他都没注意，自己在被绕行的同时也被克里斯托弗的眼睛盯着看了一圈，于是复仇的火种已经埋下。估计这时候克里斯托弗还不知道马西莫的复仇钟声已经敲响，仍然继续着自己探戈的演绎，而马西莫已经开始为自己天衣无缝的复仇做局。他行进到场边炫技，博得观众的掌声，就像一头狼在捕捉猎物之前的蓄势待发一样。他看准对手所在的位置，心中算好时机，前进、转身、后退，追逐克里斯托弗的过程自然而不动声色。之后又通过自己灵活多变的步伐和造型，预测对手动作，结合变幻莫测的节奏控制，多次阻碍克里斯托弗的行进。在前面的复仇预热过后，给予对手致命一击，最终以象征性的道歉收尾。这就是摩登舞大师顶尖的复仇手段，被动入局，层层递进，又把复仇推向高潮。观众根本看不出来马西莫整个复仇过程是即兴而发的完美演绎。但是即便复仇成功，最终克里斯托弗还是略胜一筹，战胜了马西莫，获得了第2名。
好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相信各位在不同视角的解读下肯定会意犹未尽。我们下期见。